各位，我现在好舒爽，好开心啊！现在整个人都沉浸在幸福感里因为前几天看了一部全方位戳中我嗨点的影片《瞬息全宇宙》，我感觉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过这么对我胃口的电影了。《瞬息全宇宙》让我这个迷恋了30多年电影的老影迷，仿佛是在人到中年的时候重遇了初恋情人结结实实的重温了一次电影的美好与伟大。我现在老泪纵横每一滴眼泪里都是满满的幸福。那这期视频呢，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瞬息全宇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电影，为什么这种类型的电影总是搞得我小鹿乱撞、方寸大乱以及顺便跟大家推荐几部同类型的电影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瞬息全宇宙》呢，那你应该也会喜欢这期节目最后的那些推荐的那我们先来讲《瞬息全宇宙》吧。看完《瞬息全宇宙》之后，我反思了一下，发现自己这小半辈子对于电影的喜好其实很专一心目中最美好的那些电影都跟《瞬息全宇宙》一个模样，那就是迷幻的外表加上温柔的内核。首先呢，我最喜欢的这类片子都有非常强烈的迷幻感就好像导演是在创作影片的时候去了趟云南不小心吃下了能让人产生幻觉的红伞伞、白干干他们就带着满脑子的幻觉、亢奋和混乱拍出了那些片子你能感觉到片子传达出来的情绪和氛围呢，是有别于一个人情绪稳定、思维清晰时的那种平常状态的。这些片子就像是一场场的梦境，我会跟随着角色的经历坠入到梦中，跟随着他们一同在梦的世界里游荡彷徨。在梦的世界里，逻辑会变得有点异常，符号会变得有点错乱，同时呢，也充斥着各种天马行空的事物。我最爱的那些电影，首先就都有这种如梦似幻的气息。这部《瞬息全宇宙》就非常典型这个片子里有非常强烈的迷幻感。这部片子里的平行宇宙一点也不像蜘蛛侠、奇异博士里的那种平行宇宙漫威的那种平行宇宙是科幻的，而《瞬息全宇宙》的平行宇宙是迷幻的。这部电影里对于平行宇宙的表现手法与其说像是女主魂穿到了那些平行宇宙里还不如说更像是女主在经历着一场天马行空的梦境，或者呢，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吃了大量的致幻剂的人正在体验那种感知觉被扭曲的心理状态。从这方面来看《瞬息全宇宙可以说就是一个致幻体验模拟器。这部片子是用凌厉无比的剪辑，用迷幻的色彩，用天马行空又出人意表的情节发展来模拟出吃下致幻剂之后的种种迷幻体验。其实哪怕我们抛开导演的表现手法，光从剧情上去看女主角经历的那一切，也会发现这个片子里其实有无数关于致幻剂的暗示比如说女主角经历的那种知觉扭曲，还有她类似于宗教洗礼般的神秘体验，以及她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剧烈地改变了她的世界观、价值观这些都是服用致幻剂之后的典型体验。还有再比如说女主和她的女儿那一种能够在同一刹那感受着很多东西，与一切都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也是服用了致幻剂之后的一个重要标志。很多人在摄入致幻剂之后都会报告说他们仿佛感觉到他们的自我溶解了，自己好像融入到整个宇宙里，感觉天人合一。这种自我消融、体验一切、天人合一的感觉，如果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那其实就是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正好就是瞬息全宇宙的英文片名。刚才说的这一些就是迷幻的外表。我心目中最美好的这类电影首先都得有这样一个非常凌厉张扬、想象力和表现手法都炸裂的外表。但与此同时呢，另一方面，这些影片在这个张牙舞爪的外表之下，却同时有一个反差非常剧烈的内心。就像瞬息全宇宙影片里那些狂暴的想象和奇妙的剧情发展，最后都是服务于一个非常温柔的内核。这个内核就是，当你便利了人生所有的可能选择当你看见过这个宇宙所有的可能性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悟呢？你的感悟也许是世间一切皆空就像女主的女儿那样见过一切、经历过一切之后一切也就都无所谓了。宇宙的尽头就变成了一个毁灭一切的百吉饼，是彻底的虚无。但是呢，你也许还可以有另外一层感悟。中央美院的董梅老师曾经把《红楼梦》的主旨凝练为8个字，叫做万境皆空，不舍有情。我觉得这8个字也就是瞬息全宇宙里女主最后悟到的东西。董梅老师写道，空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世间万物都不过是成住坏空，所以情才是生命的支点，才会为生命注入存在的意义。这也正是瞬息全宇宙里女主最后的那个选择。哪怕我见过一切，哪怕我也知道最后一切成空，但此时此刻我还是选择用我的情，把我们这些独自漂浮在空空宇宙里的灵魂连接在一起，用我们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羁绊，让这个荒芜的宇宙产生一点点意义。这就是万境皆空，但不舍有情。
很多人看完《瞬息全宇宙》之后都觉得故事结局非常老套，又是西方白左和稀泥那一套和解、爱、接纳自己，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在万境皆空、不舍有情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温柔的结局。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是前2/3笑到脸抽筋，但是后1/3这一层含义浮现出来的时候又是哭到脸抽筋。刚才这些呢，就是我心目中最美好的电影的第二个层面，一个温柔的内核。其实很矛盾啊，我这人挺反感温情挂的，我总觉得纯煽情特别膈应人。豆瓣电影 Top 250里有很多走这种纯温情路线的高分电影，他们在我这评分都挺低的但为什么温柔的内核一旦加上了前面那个迷幻的外表就一下子变成了一颗情感炸弹，让我完全失去了抵抗力呢？想来是因为自己在生活里是一个感性被理性压得很死的人，头脑里有各种条条框框凌驾在情感之上，而那些充满迷幻感的画面和情节就正好能够帮助我摆脱束缚，摆脱框架。沉浸在那样一个超现实的氛围里的时候，我的理性可能就暂时放松了警惕于是情感就不假阻塞地喷薄而出，与那个温柔的内核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迷幻加温情大概就是这样成了我宣泄情感的出口，成了我独家定制的心理治疗方案，也成了我的毕生所爱。刚才我说看《瞬息全宇宙》这样的电影就像是跟着导演的镜头做梦，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梦里不光有天马行空，更有炽热的情感。梦是对理性的松绑，是对情感的释放。往往只有在梦里，我们才会释放那些压抑在心底的愤怒，才会放纵自己沉湎于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哀伤，才会回想起那些在清醒的生活里似乎早已被忘却的思念。所以呢，置换体验模拟器这个词可能还不足以概括出《瞬息全宇宙》这样的电影，它们其实是梦境模拟器。迷幻感加上了一个温柔的情感内核之后，就成了一个梦。都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但是我心目中最美好的这类电影呢，却是在实践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他们真的就是在荧幕上复刻梦境，让我们这些观众随着角色一起醒着做梦。关于《瞬息全宇宙》这部影片本身，我们就说那么多下面呢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鉴片环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对这种迷幻的外表加上温柔的内核的电影有强烈共鸣。如果你是同道中人那么下面这些同样拥有迷幻外表与温柔内核的梦境模拟器，应该也会像《瞬息全宇宙》一样博得你的欢心。下面这份梦境模拟器类型的影视剧片单呢，是我这几天凭着记忆联想到的，很不全面抛砖引玉欢迎大家补充。梦境模拟器类型影视剧第一部《双峰》第3季我心目中的宇宙第一神片如果我死后被允许给上帝捎去一部影视作品来向他彰显我们人类的荣耀的话，那我就会带上大卫林奇导演的这部《双峰》第3季。我会跟上帝说，你看完这个就知道我们人类的精神最远曾经去到过哪里。论表现迷幻感大卫林奇如果自称第2的话，那地球上没有人敢说第1。大卫林奇是个大仙但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双峰系列里主人公探员库珀孜孜探寻了25年，以他的凡人之躯去挑战恶魔，搞出来那么多神神叨叨的东西，但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改写命运去救回一个25年前就已经逝去的生命。梦境模拟器类型影视剧第2部《空房间》，韩国导演金基德的代表作。第一次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被影片最后1/3的神展开震惊的很久说不出话来。如果你觉得片子前2/3挺闷的，千万要挺住，这部片子会在最后1/3飞起来。第3部《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米歇尔·贡德里作品，最好的梦境电影，也是最好的爱情电影。第4部《太阳浩劫》，丹尼·博伊尔导演作品，情节是科幻的，讲的是人类拯救太阳系，但气质是迷幻的，迷幻味大到冲出了太阳系。第5部《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中，看不懂但是大受震撼，看完之后好像从一个很长的梦里醒来，又好像没醒。第6部《如影随形》，赖声川导演的舞台剧，舞台剧也可以很迷幻，也可以像个梦。第7部《杀妻总动员》，关口宪导演作品，可能是与《瞬息全宇宙》气质最接近的一部电影，表面极尽荒诞，内里极度温柔。第8部《路边野餐》，中国导演毕赣作品，毕赣可能是中国目前最善于表达这种迷幻的超现实感的导演。他的第1部长片《路边野餐》，只看画面的话会让人以为是乡村爱情电影版，但实际上片子却是大卫林奇附体，愣是在一个看似极其粗糙的农村现实背景里营造出了迷梦般的氛围，而这场迷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主人公对逝去的故人的思念。第9部《太阳照常升起》，
中国导演里其实还有一位营造迷幻感的大师啊，那就是姜文啊，只是他的这一面很少被人关注到。他的影片《太阳照常升起》的最后一趴啊，是中国影史迷幻感登峰造极的片段。好，关于瞬息全宇宙和梦境模拟器类型的电影啊，我们就说到这里。最后给我自己打个小广告啊，我与 B 站合作的新课《心理学通识与新知》已经在 B 站课堂上线了啊。我把心理学里最精华、最核心的发现提炼成了24个底层原理啊，每一节课讲一个原理啊，把心理学通识一网打尽。我还在其中融入了很多近些年的心理学新知，核心知识加前沿新知，我们一本满足。如果你喜欢听我聊电影说书啊，那也欢迎你听听我讲心理学啊。你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点击我的头像啊，进入到我的主页，点击课堂啊，就可以看见这门课啊。现在在 B 站的搜索框里搜索心理学，或者搜索我的名字魏之超，也都可以找到这门课。感谢你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会在这个频道里持续输出我的3大爱好：心理学、电影和读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